嗨，范大夫，你这几天诊所怎么样啊？都挺好的。最近这个肩膀不适的人比较多，来处理各种肩部的问题。然后想跟您请教学习一下这个肩膀的这个治疗手段，还有锻炼。好啊，就最近我也发现，可能跟节气有关系。现在夏末秋初，早晚的天气变凉，中午还很热，昼夜温差很大，很多人的关节会开始不舒服。我这里最近也是几周来了很多肩膀不舒服、肩周炎的病人。他有很多的特点，首先就是活动受限。我们网上也能看到很多视频都在讲什么一招灵啊，一下治愈肩周炎，这种都是不可信的，大家千万不要上当。如果他说一次治疗就可以把肩周炎治愈，就是两种可能，一种就完全是摆拍，另外一种他所治疗的就根本不是肩周炎。我们要了解肩周炎就是一个很明确的定义，就是肩关节周围广泛性的粘连，它已经处于粘连活动受限的状态，才能够叫做肩周炎的。并不是说肩膀我动不了，疼痛就是肩周炎。很多这种视频就是产生这种误导，会让患者产生疑惑，哎，我是不是肩周炎呀？甚至有很多完全不是肩周炎的病人，他只是肩膀疼，就认为自己是肩周炎，实际上经过我们检查，并不是肩周炎的问题，可能是颈椎，可能是胸椎压迫神经导致的，甚至颈椎间盘水肿造成的肩部疼痛。我们要认真诊断，明确诊断之后，通过检查才能够明确，然后让病人知道是什么问题，然后针对这个问题去治疗，才能得到好的疗效。肩膀问题是现在非常多的常见症状。因为本身肩关节是人体活动范围最大的一个关节，它的活动范围非常的大，有的人可以360度，甚至超过360度。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呢，往往就只是在肩膀的前面和下面这个区间活动，在上面、侧面、后面这些活动，我们日常生活相对较少。这就导致你关节的使用度各个角度是不一样的，用进废退嘛，长年累月下来，有的角度就用的多一点，它经常活动，我们说护枢不住，流水不腐，然后这个角度呢，它就没问题。然后其他的角度，它可能很少做这种背身的动作呀，很少做这种抬高的动作啊，它这些功能就用的越来越少，甚至很多年都没有动过，它的功能就会退化，然后关节就会产生一些蜕变的状态，慢慢就出现受限的功能了。还有一种我们要非常警惕，都是叫肩周炎叫50肩，因为大概发病的特点就是50岁左右，会初次发作，尤其是女性发病率非常高，跟她的这个时候更年期、绝经期，她的体内的内分泌发生巨大的变化，都会影响到这个关节的功能和结构。男性相对少一点，但是男性有一个特点，也是跟这个年龄段，如果他40出头，甚至30多岁就出现肩周炎的症状，往往提示他的体内的内分泌出现一个很大的变化，有可能是一个糖尿病的先兆症状。我们看肩周炎，你都怎么治疗呢？一般就是手法配合针灸治疗。对，然后需要病人配合比较稳定、固定的来治疗，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。好，这是我们从传统中医的角度，其实主要是看身体结构，还有气血，就是一个动态的调整，疗效也非常好，但是要求你的临床经验，还有对人体的认知，还有你的手法的熟练度都达到一定程度，才能达到好的疗效。是的。作为你刚工作这么1-2年，可能经验是不够的，尤其是在北美积累经验非常困难，可能这一段时间肩周炎的病人比较多，能够积累一点点，过一段时间就很长时间看不到肩膀的病人，你的积累的经验就很难达到一个量变引起质变的提升。这个时候我其实更建议你去学一下这种欧美它的传统的整骨疗法。OssoPack 它的系统的一些技术和理念，对你积累经验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今天我们就肩膀这个话题，简单给你介绍一下森宾塞序列技术，它的英文叫 Spencer，是由查尔斯斯宾塞博士在1916年提出并推广
创造出来的一项技术。这个技术呢，是对整个全身的关节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提示和治疗的思路。我们以肩膀为例，就是可以很好的体现这一个技术。你可以通过这个技术，既是一个评估，可以知道病人到底是哪个方向关节哪个位置出现问题了，然后针对这个问题去做序列，去做治疗，然后同时你整套序列做完以后，也可以避免出现治疗的遗漏，可以让患者的疗效达到最大化，同时也可以让病人明白他的恢复的序列是从哪个方向最容易恢复，哪个方向次之，最后才能让哪些平常用不到的功能得到更大的恢复，恢复正常的日常工作生活的功能。那我们就先你来当模特示范一下。好。你肩膀有什么不舒服吗？每天做手法针灸也是很疲劳，容易累到的。会的，有的时候是这个上背这个肩胛骨附近会出现一些紧张感，有的时候有拉伸，然后两边转身的话会角度上有一些偏差。对，这个正好就是斯宾塞技术它非常适应的症状。我们说任何技术也好，理论也好，它对疾病一定是4个象限，就是它有绝对适应症、相对适应症、绝对禁忌症、相对禁忌症。你如果诊断清楚它是它的适应症的话，你正确的去操作，效果就好，就是我们针对适应症。如果是禁忌症，你如果技术掌握的再不好的话，就很容易出现危险，甚至造成医源性的损伤。病人治疗完以后，不仅没有得到治疗，反而受到伤害了。对，斯宾塞技术呢，主要是针对粘连性的活动受限，功能活动不正常的这种情况。但是如果是肩关节失稳的情况，比如说肩袖损伤，或者是脱位，或者是骨折，还有一些它局部长了肿瘤，这些都是禁忌症，我们一定要提前排除这些情况。还有一个要排除的就是它是针对肱骨和这个关节囊，就是肱盂关节这个关节它的活动来治疗的。如果是胸锁关节或者肩锁关节的问题，那它是没有什么效果的。所以你要先检查，判断它不是胸锁关节和肩锁关节的问题，再去治疗。我们今天就不讲这么多的内容，如果要讲的话，时间不够。好，但是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很多视频，就是说这个病人肩膀抬不起来了，然后怎么去操作一下，往往这种视频他也不给你展示他用了什么技术，很可能就是局部强刺激，然后让病人就去举，我们就能看到病人很痛苦的流着眼泪，举高了，原来能举这么高，现在能举这么高了。如果我们专业的眼光看，就实际上他的肩盂关节是没有改善的，对，它是通过肩锁或者胸锁或者是后背的代偿，好像手抬高了，但实际对他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大帮助，只是造成了一种好像手抬高肩膀恢复的假象。大家看到这种视频不要犹豫，一定举报，这种就是骗子行为，完全是骗流量的行为。那我先简单给你演示一下在你身上，你先看一看肩膀的活动度，左右旋转，看看活动度哪边更差一些，哪里会有不舒服或者弹响。好像左边哈，对，是的，看着就是相对就是好像生涩一点，对，而且幅度角度会稍微差一些。是的，那你就侧躺在床上，然后把左边的肩膀放在上面。好。斯宾塞序列的第一步就是让患者找到一个舒服的侧卧位，保证肩膀在上面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检查一下它的活动度，各个角度有什么问题。斯宾塞序列同时它也有很多的操作方式，它传统最早的方式呢，就完全是靠医生被动的来提高患者的这种活动度，它是一种关节松动术。到后来慢慢它的改进，包括它序列的调整，还有和肌肉能量技术的结合，都让它的疗效越来越好，提高患者的主动度，让它的神经控制和关节的活动范围可以达到更好的疗效。所以我们今天就简单演示一下比较好操作的方法。
所有的操作都是要控制住患者的肩胛骨和锁骨，一只手摁住这里，让肩锁关节、松锁关节还有肩胛、胸臂关节减少活动，从而保证所有的治疗都是在肱盂关节这里产生的。第一步先是让病人屈肘，然后我们看他的前后的活动，找到活动有阻力的地方，然后在这个有阻力，英文叫做 feather barrier， 就是羽毛屏障，中文有的时候会翻译成阻力点。在这个角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来帮他弹震一下，试一试没有什么痉挛呀，或者是会引起疼痛的情况。这个时候我的手会给你的上臂一个阻力，你用10%的力量，往前面这个方向去拉我的手，但是不需要把我的手拉动，只要产生肌肉收缩和我对抗就可以了。我们做10秒钟，现在开始往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松。这个时候放松要让它完全放松，让肌肉得到一个修复，得到一个神经的一个反馈。之后我们再尝试看看它的刚才阻力点、羽毛屏障有没有改善，有没有变大。这个时候不要让患者自己动，一定它是被动的动。如果他是主动动的话，由于肌肉收缩会产生一些假象。然后我们发现它的阻力点变了，然后它的活动范围比刚才更多一点。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达到我们所谓的生理的最大活动范围，但是我们治疗也不一定一次就把它做到最大的生理活动范围。我们再尝试一下新的屏障处，第二次操作，来往前轻轻给我一个拉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松。再次放松检查，开始序列的第2步，将手臂上抬，用你的上臂往前推我的手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松。上举是很多肩周炎患者最痛苦的角度，所以如果你抬不了那么高，没必要把它从那么高开始，可能从更低一点的地方开始。但是范医生这里我们就可以让它争取活动的更高一点。很多舞蹈的演员，还有这种武术演员，还有一些运动员，他希望获得更大的活动范围，传统的方式是用这种被动的力量给他去抻拉伸，这样呢，如果力量不合适或者角度不合适，非常容易受伤。如果我们用斯宾塞还有肌肉能量技术这种方式，第一个没有痛苦，第二个不容易受伤，还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。所以大家如果有小孩或者自己需要开肩的话，建议还是用这种比较科学的训练方法。实际上传统武术当中也有类似的方法，基本上是一样的操作，只是说表述不一样，但是达到的效果是一样的。我们再来第2次，往前推我的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放松。这个所有的操作过程我们尽量不要产生疼痛，但是如果是有一些比较严重的病人，可能很难避免疼痛，但是一般不要出现太剧烈的疼痛，最多出现中等程度的疼痛就已经可以足够达到很好的疗效了。我们可以多分几次治疗，不要勉强，安全第一。第3步，这个时候要让他的上臂和床面产生90度的一个角度，然后给关节一个向心的压力，
产生顺时针和逆时针的旋转。这个步骤既是检查，看看它的肩关节哪个地方有卡压、有弹响、有活动受限，同时也是治疗。当发现这些受限的角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 Rudis 冲击技术来把它关节活动度打开。这个技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，我们有机会可以专门做一期视频来讲一下这个 Rudi 技术。好，做完这步之后，反过来我们要牵拉，给它一个离心的关节打开的状态下做旋转。好，放松。做完旋转之后，还是保持90度的状态，用你的手臂往下推我的手掌。往下。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松。这一步，患者是在内收，但实际上是能够改善他的侧举的高度。很多肩关节撞击综合征，还有他的肩周炎的病人都是侧举受限，然后我们要重点多做一做这个方向。好，来往下推我的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松。这里我们就演示一下 Rudi 的冲击疗法，你就用最快的速度往下推我的手，然后但是不需要太大的力量，然后这个速度大概是10秒钟做20次。好，来我们试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，好，放松。下一步呢，我们要做一个内旋的，将患者的手放到他的后背。背伸是肩周炎患者非常难恢复的一个功能的角度。如果他实在是往后背不了，我们就让他手往前往下。好一点的话，可以让他往后。这个也对肱骨前移、圆肩驼背上交叉综合征有一定的改善的效果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先给他弹震，检查一下他的活动度，同时让他的关节能够放松。用你的手肘往后推我的手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松。大家一定不要相信大力出奇迹，大力往往会出现损伤。尤其是后旋这种角度的时候，本身它就处于一个杠杆的位置，这个力量在关节会得到放大，所以往往时候我们不需要整个手掌，只要2根手指的力量就足够了。好，你跟我的手指对抗，往后推我的手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松。这个方向好像确实比其他的这个活动角度会更难做一些。对，你像我们之前录的视频，武当太乙铁松派的他的筑基功法金风斗肘，其实主要就是练这个方向的。因为日常生活确实用的非常少，但是你这个角度一旦变大的话，能够实现很多常人做不到的功能。最后一步呢，斯宾塞疗法叫做泵压，本来应该是要用医生把这个关节打开下压，然后关节摇起来，
让整个上肢的这个血液循环和体液循环更好。但是出于安全考虑呢，我们就不演示这个，我们用一个简化的肌肉能量技术来代替。摆到靠下的位置，然后这时候我的手掌会给你一个往前的压力牵引力，然后把关节打开，你要跟我的手掌对抗，往上抬我的手掌，但不需要太大的力量，10%的力量就足够了。好，往上用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松。这个动作呢，相对会有一些人会不舒服，所以一定要问一下。如果有不舒服的话，我们就可以不做这个，或者是力量再小一点。如果没问题的话，可以就做的幅度大一点。好，有一个牵引，然后推我的手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松。下来感觉一下看看。好像整个关节的这个活动方向、角度上面都灵活很多，关节更华丽了。是的，而且现在两边好像刚上过油一样。对，上过润滑油了。所以说，人的身体就和车是一样的，我们要定期维护保养。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日常使用方式不对，或者说方式太过单一，造成局部可能活动不够，或者说全身的活动不够，然后关节慢慢的功能蜕变到一定的阀值之后，就会出现问题了。是的，对。有的时候日常生活中发现不了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突然，哎呀，我怎么突然干了一个什么事情生病了？其实不是突然这一件事情，它只是说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或者说我们吃到第5个饼吃饱了，并不是第5个饼吃饱的，它是你之前的日常生活所有的积累，慢慢积累到一定程度，它最后发病了。就是没有这一下，没有这个动作，没有这个事件，它也会发作，只不过可能晚几天，可能是其他的方式。但是它的结果是不会变的，这就是因果关系。因为我们今天拍视频主要是给患者看的，很多人并没有专业的技能或者是专业的知识储备，我们简单的就把它讲化一个自我锻炼可以自己操作，你就是没有人帮助你也可以自己操作的斯宾塞方法。有些动作都是参考了我们传统的功法。还记得刚才的顺序吗？第一步是什么？第一步是在身前操作吧，内收的。在身后。这一定是在身后。然后我们操作呢，就是可以用自己的手，然后握住它的这个拳，然后在后面，不需要太大的力量，不用说我把这个手推走，保持在一个后伸的这种状态，然后这个手往前方用力。然后你不要让它产生位移，大概你觉得肩膀后面，然后肌肉周围肌肉有紧张有收缩就足够了。然后我们做10秒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松。我们就不多演示第2遍了，只是教大家一个方法。如果观众有需要的话，可以把这一段录下来，或者是反复的看，然后跟着做就可以了。第2步是把手抬高，我们把手放在它的前面，然后也是一个手这个手往下去用力，然后这个手给它控制住，让它产生一个阻力，肌肉有收缩就可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松。如果抬不了那么高，不要担心，我只能抬这么高，我在这个角度往下去用力也是一样的。有的再低的话也是一样的，只要它方向对就可以改善。我想要提高它抬高的角度，那我就要往相反的方向去做抗阻，把肌肉的拮抗功能给它改善，让肌肉得到释放。
让它的神经得到恢复，血液循环改善，它就能够恢复了。这是第2步。第3步我们刚才讲的是要90度，然后有加压和减压。这个自己不太好操作，但是传统功法里面，我们在峨眉12桩里，天字桩是有这个3通臂的操作，就是我们手臂伸直，侧平举一字桩的状态，然后我们可以试着往远处够，往里面缩，保持身体不动。这个实际上就是给关节加压和减压。然后我们试着先加压，往回缩，身体不要跟着动，身体保持不动，然后关节有紧张的感觉，保持住这种紧张的感觉，很小的幅度，直径在2到3厘米就足够了。往后转圈儿，大家可以想象在远处有一个开关，我们在这个开关的范围画一个圈就可以了。转去之后保持住这种肩膀收缩的压力，然后再往前画圈儿。这就和斯宾塞的理念是一样的，我们的传统功法当中，古人其实也是有同样的思考和实践。然后下一步就是牵引，把关节囊释放开。很多时候我们看拳击比赛，2个人的臂展差不多，甚至是有一定差距，但是另一个人他臂展不够也能打到对方，对方臂展长反而打不到，就是因为他能够肢体放长，他天生或者经过训练可以把关节打开，这也是传统武术一个很重要的训练项目。我们做手法也是需要这种锻炼的，既可以防止受伤，也可以让疗效达到最大的效果。然后手指尽量往远处去够，身体躯干不要动，感觉肩膀的关节囊是打开的状态，保持这种打开的状态，画圈儿。这个圈儿你不用画得很圆，它只要有一个弧线的轨迹就可以。然后保持住往外牵拉，关节囊打开的状态下往前画圈儿。好，放松，是不是感觉很酸爽？是的。一般来说，这种关节放长收缩的活动，日常生活中基本上是没有的。所以我们针对性的去锻炼，既可以预防一些疾病，也可以治疗一些疾病。下一步就是90度，你到不了90度就稍微低一点，然后我们给它一个抗阻，往下去压它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松。很多人都是说这种侧举受限，一个是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都在前面，所以肱骨会往前的时候会和锁骨有挤压，关节的间隙变窄，所以侧举的时候出现这种关节撞击，实际上是肩峰下的这个地方出现了挤压。针对性的去做一做这种锻炼，或者哪怕我就只是做一下侧平举，每天做个1分钟，然后这种都是对你的肩关节的健康、后背和颈椎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。再下一步呢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最难的背伸。背伸看大家清楚，很多人的背伸都是受限的，甚至2侧还不一样，一边够得高一点，一边够得低一点，它都是代表了我们肩关节的退化，也是代表了我们可能脊柱出现侧偏，两边出现形状的旋转，不一样的病变了。然后如果针对性的治一治，都是可以改善的。但是背伸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试着给它往后有一个阻力，让它去往后用力。你如果觉得就活动就是你的肩要稍微往前一点才行。你如果是在这儿的话，你这边是够不到的。当然如果你的功能很受限的话，你也可以用一个毛巾从这里缠住之后抓住，然后给它往后有一个阻力。好，往后用力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放松。最后一步呢，我们是要抓住，给它有一个牵引，然后同时有一个杠杆对抗它，外展
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放松。老王就是经常说这个抠肋骨缝治疗抑郁症啊，这个治疗这个附体啊，回头我们可以专门讲一讲。你其实不一定非得抠的那么疼，听起来就很疼啊，就是用这种方法其实也可以的。你只要改善他的肋骨的状态，改善他的血液循环，你的呼吸得到改善，体内氧气足够的话，好多所谓的问题就不成为问题了。以后我们可以专门录一期视频讲一讲怎么不疼的去抠肋骨缝。太好了，我相信这个帮助应该也很大。好，这是自我锻炼的方式。你可以在治疗的同时就交给患者，让他在回家之后可以去做，这样可以让疗效的效果更好一些。太是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们能做一下总结吗？因为刚才感觉活动的角度也挺多的，就是我们平时这个肩关节需要练习到的这些角度应该有哪些？在这个身前、身侧和身后啊。好，我们再简单的就是演示一下这几个动作。我就尽量不说这种专业术语了，说专业术语大家听着可能就更糊涂了。是的。那第一步就是先在身体的后面，然后往前去有一个阻力。第二个抬高，然后往前下一个阻力。第三步是关节收紧，加压之后旋转。之后是肢体放长，关节囊打开旋转。然后再下一步90度曲肘，往下压。肘关节。再下一步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旋转，然后往后用力。最后一步就是贴在胸前，我们要给关节一个拉伸的力量，然后同时抗阻它。就是这几步，一共是7步。7步。大家如果去计算的话，就看看是不是漏了一步呀？对。或者说是，我怎么刚数到5就做完了？那肯定就是漏了。回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视频，或者你干脆就是跟着视频做一下。我们刚才也是有意识的，每次都做够了10秒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的肩膀可以更健康，请您多订阅，然后点赞转发，让我们视频得到更广的传播，让更多人受益。感谢大家，祝大家身心健康，再见，我们下次视频见了，拜拜。拜拜。